失忆后，老公和月嫂搅和到了一起，甚至在我面前旁若无人的亲吻。我丢了半条命生下的儿子，也只认月嫂当妈。恢复记忆后，我看着眼前的渣男贱女，没有半分犹豫，直接抽身离开。几年后，当我的身影频繁出现在电视上时，他却带着儿子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唇舌交缠的水声钻进我的耳膜，我循声看去，一对男女在我面前正望我亲吻着。我打量起眼前这略有些眼熟的男人，不禁出声道：天宇，这女的是谁？眼前的两人动作一僵，女人回过头来，脸色变得煞白。快把医生叫来，马上！很快，门外就闯进来好几个人，将我围个了水泄不通。白袍的医生站在床边，对着我检查了一番，而我在他们的手忙脚乱中，也慢慢回忆起来了。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彭天宇，身旁这个与他亲密无间的女人是我的月嫂孙婉仪。医生的话我压根无心听，只有几个陌生的词汇钻进我的耳朵：脑部血块消散10年，或被吸收，神志失常，已经恢复。可我们赵家没有精神病遗传史，每年的检查也都是健康。我为什么犯病？脑内为何又有血块？而我的老公彭天宇为什么会跟我的月嫂搞在一起？这不对劲。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切，还有点没有回过神来。也许是被我看得不自在，彭天宇松开了搂住孙婉仪的手，冷冷开口道：月心，你不要怪我，自从你患病之后，都是婉仪在替我照顾你。我们彭家家大业大的，我不可能一辈子做个和尚，也需要个女人替我操持家事。更何况，他顿了顿，向孙婉仪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婉仪不仅对外尊你为彭夫人，在家也对你敬重有加。你患病这些年，都是她在悉心照顾你，你不要总为难她。月心，我从来都没有想替代你成为彭太太，你听我说。孙婉仪连忙摆手向我解释，跟彭天宇两人推搡起来。我懒得理会眼前的两人，抬手理了理鬓角凌乱的发丝，这一抬却看见手臂上大大小小的伤疤。我难掩惊诧，不是贴身照顾我吗？我身上这些伤怎么回事？孙婉仪急了起来，忙解释道：月心，你发病的时候经常抄起身边什么东西就往自己身上划，我根本就按不住你。够了，赵月心，看在你有病的份上，我才没有跟你计较。彭天宇的声音突然急躁起来，一把抓过孙婉仪的小臂，拉起衣袖，露出一道长长的伤疤。你自己好好看看，婉仪为了照顾发病的你，都被你划伤了不知多少次。我抬头对上彭天宇的目光，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待垃圾堆上空飞舞的苍蝇，嫌恶的丝毫不加遮掩。我心头一寒，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原来也可以无丈夫。天宇，你别这样对月心说话，她才恢复过来，而且照顾月心是我的分内事，我受伤跟她没关系的。孙婉仪张开双手挡在我和彭天宇的中间，彭天宇的神色才和缓了一点。我确实不该跟一个病人置气。孙婉仪转头就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一口一个月心姐的跪在我面前。月心姐，我不是来破坏你和天宇哥的感情的，只是我情难自禁地爱上了天宇哥，你不要怪天宇哥，都是我的错。爸爸妈妈，一把稚嫩的童声从门外响起。
孙婉仪肩膀微微抖动起来，我循声看向门口，一个约莫12、13岁的小男孩正一路朝我小跑过来，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张开双臂准备迎接这个与我曾拴在一根脐带上的孩子，却见他一把抱住了孙婉仪。妈妈，你怎么又在这里？你天天都在这里照顾他，都没有时间陪我跟爸爸玩了。他就是个坏人。彭浩然长高了许多，长得甚是像少年时的彭天宇，不再是曾经在我怀里嘬着奶头嗷嗷待哺的小婴儿了。我忍着心中的难过，声音却不自觉沙哑起来。浩浩，过来妈妈抱，好吗？彭浩然满脸厌恶地看着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孙婉仪急了，扬起手朝着彭浩然脸上就来了一耳光。不可以这样跟妈妈说话。浩然，彭浩然愣住了，他突然冲到我面前，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整个后背结结实实地撞向床头，手肘撞到了麻筋，又麻又胀得动弹不得。都怪你，你为什么要醒过来？妈妈从来都不会打我，你是坏人。彭天宇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一切，并没有打算出手阻止。孙婉仪急忙拉开彭浩然，弯下腰来安抚彭浩然，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彭天宇反而轻轻搂住了这一大一小的两人。我看着眼前这幅一家三口和睦温馨的场景，浑身上下就像是被浇了一桶冰水似的冻住了。彭浩然和孙婉仪对我的态度，底下原来都潜藏着彭天宇的默许罢了。彭天宇把人送走后，关上了房门，他站在窗边，双手交叉叠在胸前，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赵月心，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大度的人，婉仪从来就没有想过跟你争名分，只要我不点头，你就永远都是彭太太。可你却为什么这样容不下他？彭天宇的话蠢得让我发笑。彭天宇，你是不是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要围着你转，所有事情都要顺着你才是对的？我告诉你，彭天宇，我要离婚。彭天宇情绪突然激动，抓紧我的手臂，恶狠狠地盯着我。你又想耍什么花招？拿离婚争夺浩浩的抚养权来要挟我，逼我赶走孙婉仪。抚养权我不要。我的手被他抓得发痛，用力甩开他。什么？他像是没听清楚似的，又问了一遍。彭浩然，你要想留就留着，关于你们彭家的东西，我一点也不想沾。赵月心，你不要后悔。下午我们就来到民政局，迅速地在离婚申请书上签字。工作人员特意提醒，双方在提交离婚申请后的30日内，任意一方都可以撤销离婚申请。彭天宇对办事员的话嗤之以鼻，呵，开什么玩笑？我回到彭家，细细地将房间环顾一周，在床的右前方天花板上果然有一枚摄像头，正对着我的床，应该是彭天宇为了实时查看我病情而安装的。找管家来把这个给我拆了。我指着那枚摄像头，对身边的佣人说道：夫人，那个摄像头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坏了，先生一直都没让人来换。以防万一，我还是将摄像头的电源线剪断。好在房间的布局并没有怎么改变。自从怀上浩然后，彭天宇说自己应酬多回来的晚，担心影响我休息不好，我俩就分房睡了。这样看来，影响我休息是假，方便他行乐才是真。我走到衣柜前蹲下，按照记忆中位置，在衣柜右下角的角落里细细摸索着，找到了。我往下用力按压，慢慢升起一个暗格。我按照记忆输入了密码，格子打开，里面是一个手机、充电器和 U 盘。我拔掉网线，
插上 U 盘，里面有几个视频，还有一份验伤报告。房间里坏掉没有更换的摄像头，还有我背后那些自己无法触及却可怖的伤口，一切信息都串联起来了。我不禁沈笑一声：赵月心，你当初究竟得有多瞎，才会看上这种男人？我合上电脑，简单收拾一些行李，毫不犹豫地转身走出彭家大门。赶紧滚，别再让我见到你，你个使坏鬼！彭浩然站在大门边，朝我做着鬼脸吐舌头。孙婉仪则站在他的身边，双手交叉在胸前，鼻孔耀武扬威似的扬起。见我无动于衷，彭浩然气急败坏起来：神气什么？不就是一个被爸爸赶出家门的废物？我脚步一顿，转过身来就向彭浩然走去，抬起手重重地甩了他一耳光。他踉跄了2步，向后倒去。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说明是我曾经没有教好你尊重，以后教育你是你父母的事，我不会再对你多加管教，好自为之。话毕，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彭家，只是蹉跎半生，归来眨眼就丢了10年光阴。当年父母本就不愿意我和彭天宇在一起，我不顾家里的反对，半夜偷了户口本与彭天宇结婚。他抱着我哭了一整晚，说会一辈子对我好，要挣很多很多钱养我，直到我怀了孕，我才敢带着彭天宇回到沈家，声泪俱下的求父母同意我们的婚事。爸爸当年气得脑门的青筋都暴起，紧紧捏着我的 B 超验孕单的手在不住的颤抖，见拗不过我，最后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趁着我肚子还没有带起来，一手将婚礼宴席全部包办妥帖，替我给不知情的亲戚们一个体面的交代。父亲在婚礼的台上愣神，久久没有将我的手交出去，经司仪多次提醒，才勉为其难地将我的手交到彭天宇手上。母亲在一旁哭得不能自已。彭天宇在我父母面前信誓旦旦地说要给我幸福，至此婚礼这才完美落幕。婚后，彭天宇也确实信守诺言，生活上尽可能地对我无微不至，只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没有留住，胎心停在了办完婚礼后的第2个月。彭天宇当年对我宣誓时的满眼爱意，和他如今看我时的冷漠的脸，突然闯进我的脑中。他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我捏了捏口袋里的 U 盘，我想这个答案10年前的自己早就已经知道了。我拿出充好电的手机，拨通了曾经最常联系的一个电话。挂断电话后，我带着简单的几件行李搭上了的士，来到了偏郊区的一个独栋工作室。我按着导航定位来到门前，不等我按下门铃，陶思然就打开了门，冲出来紧紧地抱住了我，随即又马上把我松开，对着我左看右看：彭天宇那个混蛋有没有对你怎么样？我的眼眶不禁一热：不用担心，思然，我回来了。一番短暂的叙旧之后，思然拉着我进了工作室。工作室内4面白墙，简单的点缀了一幅花草的装饰画，还有5、6个相连的格子间，看上去简约的不能再简约了。思然的工作室离市中心有点距离，在这里住着空气不错，环境也好。我在思然的工作室住了下来，每天就是给他工作室打打下手，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浇水。工作室里的员工清一色都是女生，有时候家里人忙不过来，也会带孩子过来上班。思然跟我想法一样，很支持女性婚后依旧拥有自己的事业，所以他买下了这一栋房子作为工作室，也是为了方便员工们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将孩子带在身边放心工作。
成为母亲的女人，天性总是会让她们放心不下孩子的。每当这种时候，我也会替他们带带孩子，所以我跟大家都相处的都还不错。月心阿姨今天也来陪我画画吗？陪我吗？陪我吗？阿言今天也带他的女儿小薇过来了。小家伙正拉着我的手，缠着我跟他一起画画。我只好放下手里的浇花壶，擦干了手，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你呀，就知道缠人。他窝在我怀里坐着，我握着他抓着画笔的手，慢慢勾勒出太阳、树木还有花儿。月心阿姨的抱抱好暖和，像妈妈一样。我好喜欢月心阿姨，阿姨一直都要陪我玩，好不好吗？浩浩小时候也很喜欢钻进我的怀里，要我轻轻拍着他唱儿歌，哄他睡觉。后来在长大了一点，上了幼儿园，他却不愿意让我抱了。他们都说你是神经病，我不要跟神经病在一起，你走，你走。然后把我给他买的蜡笔、万花筒通通砸在地上。他们又是谁呢？小薇摇头晃脑地看着我哥哥傻笑着，把我也逗笑了。我拍了拍他的小脑袋，当然好啊。阿言端着水杯走了过来，将水杯递给了我。月心姐，这段时间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替我照顾小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关系，我接过水杯，却看见他大臂有好些地方又青又黄的肿了起来。阿言，你的手。阿言注意到我的视线，连忙将衣袖往下扯。上次不小心开门的时候没站稳撞的，没什么大事。小薇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手指指着阿言，画笔掉了一地。妈妈，你骗人，明明就是爸爸做的。阿言叹了一口气，弯下腰，好声好气地哄着小薇。我似乎明白了什么。阿言，所以你这几天将小薇带出来住，并不是因为家里人住院了没空照顾，对吗？是的，心姐，她掩面小声哭了起来。原来阿言和她的丈夫在婚前就已经决定只要一个孩子，可是在小薇出生后几年，她的公婆一直在她的丈夫面前吹耳边风，让他们再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她的丈夫动摇了，只有阿言一直都坚持不要二胎，就借着工作很忙，一再推脱晚归。直到那天深夜，阿言丈夫又与阿言因为二胎的事情起了争执。阿言的丈夫强硬地将她拉进卧室，阿言不同意，她的丈夫就抓起凳子砸在了阿言身上。我心疼地搂住了阿言的肩膀。阿言，发生这种事，你根本就不用藏着掖着，我和思然都会帮你的。心姐，我从小就在传统的家庭里长大，爸妈常说家丑不可外扬，我哪来什么家丑？这就是故意伤害。他愣了愣神，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可是，心姐，真的有用吗？那我问你，结婚以前，他对你动过手吗？没有，因为你们在法律意义上没有关系。如果他对你动手了，你随时都可以报警，会有人管。阿言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样，心姐，所以一旦我们有了婚姻，这层法律关系就会被定义成家务事，旁人也就无法插手。对，如果你这时候不做出改变，可是小薇不能没有爸爸呀，小薇怎么能成为单亲家庭的小孩呢？阿言突然打断我的话，那如果他下次动手的对象是小薇呢？阿言陷入了沉默，我安抚起他来，慢慢的细说报警验伤的流程，再交代他把将家里摄像头的录像资料调取出来。他眼圈红肿，边听我的话边点头。我来到思然的办公室，跟他详细的交代了一下事情。思然听了我的话，叹了一口气，但即便报了警，说到底也是家事，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我的赵大小姐，我摆弄着思然桌上的插画。你之前不是邀请我作为素人去参演你投资的一个节目？他点点头。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和思然开始筹措新综艺。我和思然都希望能做一期能真正为女性谋取到在婚姻中该有的人权的节目。婚姻不应该是滋养罪恶的温床，也不应该是将家暴变为故意伤害的外衣。除了从工作室内的员工获取真实的案例，我们又在网上设立了一个树洞，吸引更多深受其害的女性来稿。或许是因为没有营销，又是个新账号，所以一直没有收到什么来稿。我们只好联动一些网红博主，提升知名度。慢慢的，树洞里陆陆续续的收到大家的来稿，各有各的辛酸不易。我和思然在收集案例时都多次落泪，后悔没有早点做这期节目，又懊悔自己力量太小，没办法面面俱到地帮助到他们。我和思然还打算邀请当下最红的明星来为我们的综艺助阵，可由于资金有限，又是小众主题，大部分明星都认为既不能拿到满意的酬劳，也无法增加自身太多的曝光率，通通拒绝了我们。思然动用了一切自己能调动的人脉资源，也没有办法邀请到当下红火的明星。毕竟没有一定知名度的明星参加，就算播出了，也没有足够的曝光度，更不会引起太多的社会关注，也就没有办法让太阳照到仍然没有光亮的地方。我们努力准备了3个多月，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却在这个节点上要前功尽弃了。滴滴滴滴，思然接起电话，喂了一声，而后陷入沉默。他突然握紧我的手，嘴里急切地回应电话那头：“是我啊，好的，就这么定，档期我来安排。”听到这里，我也明白怎么回事了。果然，思然挂断电话，兴奋地冲我大叫起来：“月薪，那个女大明星沈毅要参演我们的综艺！”我们在网上悄悄放出沈毅参演综艺的消息，又将树洞改为节目的官号，每天的私信都爆满。我将作为主持人，带着嘉宾沈毅来到第一位来稿者阿欣家中进行实景拍摄。阿欣是一位家庭主妇，5年前因为2胎的出生，家中老人身体不便，又不放心请人照顾孩子，因此毅然辞掉工作，回到了家庭，照顾全家老小的起居，却没有换来丈夫的尊重和理解，反而嫌弃他开销太大，动辄对他打骂。在镜头下，阿欣向我们展示着他的一天。沈毅跟着他从早上6点就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洗碗、送2个孩子上学，然后出门买菜、打扫卫生、晾洗衣服等。等到忙完下来休息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我原以为沈毅会颇多怨言，但他在镜头外也跟阿欣一起洗菜摘菜，不时还会闲扯2句家常，一点架子都没有，反而像个热心的邻居大姐。阿欣忙活了一天，刚在房里坐了下来，这时阿欣的2个孩子抱着童话书敲了敲房门，希望阿欣给他们念书。沈阿姨来给你们念故事好不好？妈妈也会累，需要休息哦。好呀好呀，漂亮的沈阿姨要给我们讲故事了。沈毅披着毛巾，边擦着头发边走进房间，揽过2个小孩。阿欣投来感激的眼神，而阿欣的丈夫只在早晚的饭点出现，并不时对阿欣埋怨2句。镜头外他也有想对阿欣动手的时候，但我们团队在一天，他也不敢真的动手，只能埋怨几句。看吧，
这些男人也知道，在面对人多的情况下，自己的力量不具有绝对性，他们只敢欺压比自己更弱小的人。3天的拍摄很快就完成了，我们的第1期综艺也终于要播出了。由于沈毅的加入，节目还在拍摄阶段，人气就已经居高不下。加上我们团队大力宣传，节目一经播出就获得巨大的反响，引发网民们的巨量讨论，迅速引来了各大专家的发声。故意伤害为何被定义为家暴？是否杀了人，只要披上婚姻的名头就是家暴。家庭主妇的保障只取决于她的丈夫有无良心等词条迅速登顶，占领热搜。我马不停蹄地继续为下一期节目写脚本，收集案例。电话这时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是个陌生电话。节目组的官号盛况空前，联系我们的明星和赞助商也都一窝蜂地涌进来，想借着我们的热度分一杯羹。喂，赵月心，你跟我离婚是你自己愿意的，现在抛头露面出来搞什么家暴的节目，搞得大家都以为是我对不起你。现在我声誉受损，你应该负责。彭先生，我们已经离婚了，法律上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出境做自己的工作，也没有牵扯到你。不知道你说的声誉受损是指什么？赵月心，你别软硬不吃。你我结婚多年，圈子里的人都认定你是我的妻子。现在你做的这些丢了我彭家的面子，我有权要求你马上发布视频声明，并向我们彭家道歉。彭先生，我们已经离婚了。如果你口中所谓的圈子内依旧错误认为我仍然是你的妻子的话，那是你的问题。况且你认为我的行为有侵犯到你的权益的话，那这些就交由我的律师来跟你谈吧。你不等他继续说话，我果断的就把电话挂断，顺手拉了黑。彭家起初是做医学器械的，与我婚后，彭天宇身家暴涨，公司也顺利上了市，彭家才得以跻身进入上流圈层。再后来，彭天宇对我说，现在家里条件好起来了，不需要我在外跟他一起奔波，不如在家里做他坚实的后盾，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起初我不同意，还有许多场合需要我出场刷脸，许多门路才好打开。这时恰好我怀上了浩浩，接连不断的孕吐让我吃不好睡不好，不得不退下来。但随着我怀孕后，彭家生意却越做越大，我也就安下心来在家养胎了。彭天宇还经常打趣还在我肚子里的浩浩是命里自带财富的贵子。其实我都知道，尽管父亲对彭天宇很是不悦，但在生意场上，父亲都在私底下不遗余力地拉了他一把，只是为了保障他宝贝了20多年的女儿在婚后的生活能拥有与婚前无异的物质条件。所以彭天宇靠娶了赵家独女发家这件事，在圈里已经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只是大家对这种乐子都一致保持沉默，见面了就毕恭毕敬地喊上一句彭总维持体面罢了。他曾经确实非常努力，只不过努力的目标是我罢了。后来我孕反严重，在跑遍了各大妇幼和医院无果之下，彭天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与孙婉仪联系上了。在与他沟通后，他为我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果然缓解了我的孕反。彭天宇高兴极了，开出高薪聘请他为我的孕期保驾护航。再后来，他关于鸭嘴钳等女性用医疗器械与彭天宇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和想法。由于女性患者们获得了良好的就医体验，彭家一时声名大噪，股价飙升。
彭天宇看他的眼神里慢慢就有了一些欣赏。阿言拿着杯子放在了我的手边，咖啡浓郁的香气灌入鼻腔，让我从回忆里清醒过来。月心姐，我决定离婚了。这段时间跟你一起工作，我想明白了许多。我不应该拿孩子当作我没有勇气改变现状的遮羞布。小薇其实并不需要一个不怎么在她世界里出现且不负责任的父亲，只要你鼓起勇气开了头，接下来就交给时间，都会好起来的。我轻轻地抱住阿言，他点了点头。由于节目的名气打开了，接下来的工作也都顺利了起来。随着网上舆论的发酵，我顺势开办了一个妇女权益会，邀请各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女性入会。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保障女性合法权益的法治社会，而节目的收益也拿出了大部分来作为权益会的启动资金，还会帮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单亲妈妈等等。我们第一期节目里的阿欣，也在权益会的帮助下，已经远离了暴力的丈夫，和孩子们搬出来居住了。我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公益节目上，提出问题，反映问题，引发舆论。渐渐的，我得到了来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声。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在慢慢变好。自从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工作室已经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好好休息过了。虽然特意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安排，留出一天的空当组织工作室里的大家去郊外野餐。小薇高兴坏了，带着其他几位同事的小朋友来缠着我跟他们去放风筝。我只好领着几个小鬼头到大草地上，耐心地教他们将一个个风筝放起来。我才不是脏小孩。小薇在不远处突然哭了起来，我循声看去，她竟不知不觉扯着风筝线跑远了。她摔坐在草地上，面前还站着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两人像是发生了争执。他小脸气鼓鼓的，说话也抽抽噎噎。你撞倒我了，为什么不道歉？你自己走路不长眼，凭什么要我道歉？好笑！我心里惊呼不妙，连忙跑向小薇，将她扶起。我正准备教训这个小男孩，转身却对上一张熟悉的面孔。妈妈，是彭浩然。他眼眶发红，冲进我怀里，一把将我抱住。妈妈，你是来找我的吗？我好想你，你躲去哪里了？呜呜！我还没反应过来，小薇就跑过来推他。你才不是月心阿姨的小孩，阿姨那么好，怎么会有你这么坏的小孩？他反手狠推小薇，我赶紧伸手抓住小薇，让她站到我的身后。你怎么在这里？你的爸妈呢？妈妈，自从你离开家之后，浩浩找不到你，好难受。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委屈巴巴地抓着我的手放在他的脑袋上摸着，就像小时候缠着我跟他玩的时候一样。我的心还是不可避免地软了下来，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同学们告诉我在电视上看见了妈妈，我的妈妈很厉害，大家都夸我的妈妈像个英雄。既然你这么想月心阿姨，为什么都不过来找阿姨？像我都离不开妈妈，你就是骗人。小薇在我身上奶声奶气地凶了起来，点醒了我。彭家想找到我有多容易，只用稍稍动用一下人脉就可以了，不过是不想为了我欠下一点无足挂齿的人情债。之前你嫌我丢脸，不认我做妈，现在因为大家都夸我，你又觉得你脸上有光了是吗？浩浩，你想要的并不是我这个妈妈，你只是想要一个可以为你赚足脸面的妈妈。不是这样的，你别不要我。妈妈，她哭了起来，死死抓住我的衣角。可是你知道吗，浩浩，我曾经也认为我拥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但是在你不认我的时候，在你推开我的时候，在你转头奔向那个伤害我的女人怀里喊她妈妈的时候，被我从鬼门关里走一趟抱回来的孩子都能毫不犹豫地将我背刺。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幸福家庭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碎掉了。不是我不要你了，是你亲手将我推远的。我带着小薇转身离开，彭浩然依旧不依不饶地抓着我不让我走。浩浩，孙婉仪也小跑了过来，在见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月心姐，工作室里的摄像小哥正好来到我身边。陶总说蛋糕切好了，让你跟小朋友们过去一块吃。很快他就调整好情绪，眼角轻蔑地扫视了我一眼。月心姐，这么快就有新家庭了呀？也对，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发展自己的事业也离不开丈夫的支持吗？我一顿，扭头看她，孙小姐，据我所知，你背靠着彭总这棵大树，好像也没有发展出来什么事业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嘴上说的厉害，离了婚，私底下还勾引天宇哥，不然他怎么会拖着不跟我结婚？你搞清楚。我拿出手机，点开黑名单，彭天宇给我发的上百条信息在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是你的男朋友彭天宇在对我进行骚扰。这些证据我都记录了下来，必要时我会选择上诉。麻烦你们不要再干扰我的生活了。赵月心，你给我等着！孙婉仪鼻子都气歪了，撂下狠话后，拉过哭哭啼啼的彭浩然，扭头就走。由于节目收获了极高的热度，一连几个月，我们的节目都高居热搜不下。加上妇女权益会的事，我的名气也开始一路高涨起来。可人红是非多，在得到无数的赞赏认可之后，渐渐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我的质疑声。一个匿名小号在当下火热的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个黑帖，说我是如何离婚后还纠缠前夫，又借着背后的金主给自己打出名气，在节目里引导女性们独立，私下却是踩着男人上位的伪独立女性。不用看也知道是谁做的。孙婉仪确实说到做到，思然立马就开始为我公关。可疑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迅速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很快，网上就有很多对我恶意的揣测，接连有人在网上扒出我的背景，赵家、彭家等等都被扒了个遍。彭家迅速公关，彭天宇塑造了一个痴情的丈夫形象，让彭天宇趁着这波热度狠吸了一波好感。全网几乎一边倒向他为他说话，彭家的企业股价也继续攀升。而我这边，有我们节目组帮助过的女性们开始自发性的为我发声，又发出了权益会的资金收支明细。紧跟着一群网友也开始为我发帖质疑，作为赵家大小姐，她本可以美美过自己的生活，何必日晒雨淋的四处奔波拍摄节目，又建立权益会保护女性吃力不讨好呢？也有人质疑是我在自导自演博取同情，又靠富有的家境洗白自己。网络就像汪洋大海，顺风时它能让你扬帆远航，但凡遇上一点礁石，毫不费力的就能让你沉入海沟。权益会的活动也被逼停，再这样下去，权益会就会垮掉。到那时，我们还能再帮助谁呢？而赵家也因为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不忍心父母一把年纪了还要为我操心。我不止一次在想，我只是想依仗我手上现有的权利，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也错了吗？我决定下期节目我将以受访者的身份出镜，我想抛弃过去，重新开始新生活。
剖开过去的伤口，将伤痕扒开，展示在大众面前，重新再面对一次痛苦。我没有这个勇气，而如今却逼得我不得不出来回应。这次的节目是以直播的形式开播的，摄影灯直直打在我的脸上，有些发热。我在镜头前端坐着，不免有点紧张。倒计时5、4、3、2、1。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期的节目有点特别，因为今天我是主持，也是受访者。我原本不想占用公共资源回应我的私事，可是近日来关于我的舆论不断发酵，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家人以及我们全议会帮助下的女性的正常生活。所以这次直播我会回应大家的疑问，但是在回应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说说我的故事。我是赵氏集团赵景明的独生女赵月心。我本不想以这个身份与大家见面，因为我父辈的光环会将我付出的一切努力都轻易盖过。事实上，这档节目和妇女会创办至今，全是我和陶氏工作室一起努力的结果，并没有求助于我的家庭背景。我想告诉大家，我只是依靠自己能够触及动用的关系去做一些能够回馈社会、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一个主题，是因为我拉高衣服的袖子，露出在衣袖下被遮盖住的伤疤。我曾经也以为自己很幸运，遇到一个爱自己又上进的男人。我为了他不惜与父母翻脸，偷了户口本跟他结婚、成家、生子。我们婚后的物质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退出了公司的运营，回到家庭安心养胎。我的前夫为此还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月嫂贴身照顾我。他以自己应酬多、担心影响我孕期的作息为由，跟我分房休息。直到那一天夜里，我身体不适，孩子哭闹不止，月嫂却不见身影。我只好敲开我丈夫的房门，却看见我的丈夫和月嫂躺在床上，身体紧紧地交缠在一起。他却不紧不慢地下了床，甩了我一个耳光，又对我拳脚相加，满嘴的酒气喷在我脸上，不断怒骂着我为什么要来打扰他的好事。我放下衣袖，点开了视频，里面传来男女的嬉笑声。天宇哥，月心姐才生完浩浩，你总这么打他，就不怕他带着孩子回娘家吗？怎么会？当年他为了跟我结婚，跟我老丈人吵得快断绝关系了，户口本都是他偷出来的。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敢回去？天宇哥这么有魅力，换作是我也会跟月心姐一样做了。那是，女人不就这样，生了小孩就被拴住了，就算我怎么打他骂他都好，他也不敢反抗一下。多的是女人给我生孩子，那天宇哥也要我生孩子吗？镜头下的彭天宇突然掀开被子，抓住女人的柔软，将脸贴了上去。你呀，这样好的身体只用来取悦我就可以了。他生完孩子之后，我看都不想看一眼，又黑又松，一点都不像个女人，实在是太恶心了。弹幕一下就炸开了锅，什么赵大小姐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也会被出轨和家暴？彭家不是打着替女性服务的旗号才有今时今日这个身家的吗？验伤报告和视频什么的也可以造假啊，而且当事人不在，他当然怎么说都行。难道我们就该全信，把人当傻子骗着玩呢？我没有急着回应公屏上纷飞的弹幕，自顾自地继续说，在那之后，我失忆了整整10年。摄影将镜头放到我拿出来的一份10年前的验伤报告上，又将 U 盘内的视频一一播放。彭天宇和他的父母的对话，
什么就算我发病了失忆，也要将我留在彭家，才好分得赵家更多的家产等等。不堪入耳的话在直播间内不断回响着。我拿手抹了一把眼角，继续道：恢复记忆之后，我第一时间提出了离婚，后来就和我的好友陶思然一起创办了这个节目。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清楚了。我不是要指责我的前夫，如果我在10年前有勇气抽身的话，就不会晚了10年才能为大家发声。而现在，我只想鼓励各位在家庭中长期被折磨、被忽视付出的女性勇于改变。我希望故意伤害永远不能因为婚姻这一纸协议变成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弹幕一片哗然，开始一边倒向我这边，支持家暴入刑的弹幕瞬间刷爆了公屏。彭家花了大价钱试图挽回声誉，那些他曾经用来赚取女性好感的旗号，现在通通变成网民们攻击他的手段。彭氏集团股价一夜暴跌，瞬间蒸发了几十亿，濒临破产。仅靠我一个人是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幕后的推手一定有我千万的姐妹们在。全议会又开始正常运作起来了，我为了全议会的事务又继续四处奔波，当然也不忘了做父母的工作。很快，关于家暴和婚内强奸、家庭主妇等婚内女性的诉求已经经由代表们提议，考虑完善这方面的保障。1个月后，彭天宇带着彭浩然连续1周跪在工作室门口，不断哭嚎着要见我一面，严重影响了工作室的正常运作。思然实在没办法，给我打来了电话抱怨，我只好在机场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打开连接门口的监控啊。彭先生，请问你来找我做什么？彭天宇一怔，抬起头四处看声源。彭浩然在一边大哭起来，不断喊着妈妈，妈妈，你别不要我了。月心，你在哪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求求你看在儿子的份上出来见见我好不好？你再不管我，我就过不下去了。彭先生，我们现在已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了，你过不过得下去，这事轮不到我管。如果你实在走投无路，我会让人替你联系当地的收留机构。月薪1日夫700日恩，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我和儿子被追债的逼死在街头吗？彭天宇，你当时下手将我打得躺在床上10年的时候，你也巴不得我死掉吧？你怎么还有脸来求我的？我已经报警了，如果你再妨碍我们工作室正常运作的话，就别怪我亲手将你送进监狱。机场开始广播航班信息，我挂断通话，随手将手机装进包里。阿言带着小薇站在登机口处，笑着朝我挥挥手，来啦。我那对未来装满希冀的行李箱正牢牢地被我抓住，紧随身后。希望永远都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呀。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